你敢信吗？明朝有个皇帝几乎没什么明显的短板，会打仗，会治国，会用人，能压藩王，能稳朝局，后世都很少骂他。可就是这么一个六边形战士，只活了38岁。他是明朝第5位皇帝朱瞻基，也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缺失皇帝。现在文物市场上著名的宣德炉，就是他那个时代创烧的。但问题来了，一个样样都强的皇帝，为什么留给大明的不是盛世的延续，而是隐患的开始？朱瞻基生于1399年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，他是朱棣最喜欢的孙子。他从小聪明，骑射娴熟，气质英武，不像父亲朱高炽那样的肥胖迟缓。很多人一看就觉得这孩子太像朱棣了。朱棣也确实带着他出征、阅兵、见大臣，向所有人释放信号：太子我不满意，但太子的儿子我很满意。所以朱高炽能稳住太子之位，除了自身的隐忍，还有一个关键的加分项，他有一个儿子叫朱瞻基。朱瞻基还没当皇帝，就已经在影响大明最高权力的走向了。1425年，明仁宗朱高炽突然去世，朱瞻基继位。皇位来得快，危险来得也快，因为他的叔叔汉王朱高煦还活着。朱高煦骁勇善战，靖难时立过大功。朱棣当年还对他说过那句要命的话：免之，世子多疾。这句话给了他20多年的幻想，皇位我也能争。现在老皇帝死了，新皇帝年轻，朱高煦觉得机会来了。1426年，朱高煦果然发了，消息传到京城，朝廷震动。这时候换成一般皇帝，最稳妥的做法是皇帝派大将平叛。可朱瞻基选了一个极其高明也极其冒险的动作，御驾亲征。他不是单纯去打仗，他是向所有人证明，我不是被架空的少年天子，我本人就能镇场。结果朱高煦准备不足，迅速崩盘，叛乱很快平定。从这件事情开始，朱瞻基完成了关键的转变，从被看好的皇太孙变成坐稳皇位的皇帝，也彻底回答了明朝一个老问题：藩王还能威胁中央吗？不能。这是朱瞻基的回答。但朱瞻基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能打，他几乎完整的接住了父亲留下的治国方向。朱高炽在位10个月，已经开始平反旧臣，减轻赋税，重用文臣。朱瞻基没有推倒父亲的路线，反而走得更稳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仁宣之治。他重用三杨等文臣，让内阁发挥更大作用。经济上继续休养生息，军事上保持威慑，但控制节奏；政治上维持皇权的威仪，又不搞得人人自危。这种皇帝特别难得，不靠勇猛出名，而是让国家运转得很顺。对于大明王朝的寿命来说，价值极高。可偏偏历史最怕本来可以，未来可期。1435年，朱瞻基突然去世，年仅38岁，留下的继承人朱祁镇只有8岁。幼主继位，大明皇权进入了最危险的环境。后来王振专权，土木堡之变，整个国运曲线开始下滑。这就是朱瞻基最复杂的地方。他本人很优秀，但还没来得及把优秀变成一个更长期的制度。今天回头看，朱瞻基是一种历史上很少见的皇帝，不是最能打的，但能打；不是最传奇的，但几乎没什么大失误。他会画画，会书法，连粗知天子的标签都让人记住了他生活的趣味。可别被文雅爱好骗了，文能治国，武能镇场，日常还显得从容。他证明了一件事儿：明朝不是只有朱元璋、朱棣那种强硬路线才镇得住局面。一个懂平衡、懂节奏、
会用人的皇帝，同样能把国家带入盛世。朱瞻基可能不是明朝最有名的皇帝，却很可能是综合能力最均衡的一位。他接住了父亲的方向，压住了叔叔的野心，把大明带进仁宣之治的高峰。可惜他只活了38岁，如果再多活10年，明朝后面的路会不会完全不一样？这大概就是历史带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思考之一了。